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赵怡翔议员、李友仪发言人、江敏清院长、林玉芳委员、游淑慧议员、陈伟杰议员。因为我刚刚特别在看江敏清，原来是世新大学客座教授，现在变成管理学院院长，恭喜啊！院长好，院长好，认真努力做事。对，我是新来的，谢谢。好，那么今天辩论了啊，贺锦丽跟川普辩论第一次辩论哈，那说不能带笔记哦，那而且呢不能麦克风，就是说谁讲话谁打开，另外一个人就关机这样子啊，但是结果还是这个烽烟四起啊，还是拼命插话了啊。那本来预期说这是选前唯一的辩论了，哦，本来美国总统辩论一般都3场了。但拜登那时候就2场，一场搞6月，那拜登失算了啊，他那时候搞6月太早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晚一点，也许就是人家叫他下台的时间就没那么长。那川普也失算了啊，川普不然那么早就猛烈的攻击拜登，如果他稍微轻一点，也许拜登就不会显得那么惨啊，也许不会换人。好，这一换人，贺锦丽的声势扶摇直上。今天辩论啊，有人说贺锦丽变得比较好，有人说拜登变得比较好啊，不过呢。看哪个台啊？看哪个倾向谁的媒体啊？那这个说开始的时候有握手了，贺锦丽有风度，走到川普面前就跟他自我介绍我是谁啊？然后呢，这是8年来第一次啊，因为以前都不握手的。不过呢，他们今天辩论完了没有握手，各自走，显然情绪就起来了啊！辩论完了就各自走了哦。不过开始显然也好了啊，君子之争嘛，开始先握个手啊。那贺锦丽批川普呢，说你留下烂摊子给我，因为川普一定会讲你施政不好嘛。贺锦丽说我们施政不好，是你留下的烂摊子给我们呢，我们一直在收拾你的烂摊子啊。那而且呢，这个川普就说呢，这个经济政策啊是抄拜登的啊，说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拜登是抄他的啦啊。那另外呢，这个贺锦丽说你川普哦，你说爱美国爱个什么？你把晶片卖给中国，而且用于军事用途，拜登就说那是台湾卖的，不是我卖的。我美国哪有什么晶片呢？台积电卖的，台湾卖的，不是我卖的啊。另外呢，这个贺锦丽也骂川普向习近平示好，所以你看现在这个选举，谁反中比较厉害，谁对中国比较软弱，都变成选举的主题，跟台湾很像啊，大家不觉得吗？好像台湾在选哈。贺锦丽说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应该停火。川普说：“如果我的话，根本不会开战了。什么？你现在停火，停了半天也停不了啊。”另外呢，这个川普说呢，如果我当总统，1天就结束俄乌战争，贺锦丽说：“你被普丁当午餐把你吃掉了哦，你什么1天就停掉？”我们看一下。Kamala Harris.Let's have a good debate. 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川普贺锦丽辩论直球对决，川普还是熟悉的川普。Well, I've seen people on television. Let me just say here, this is the people on television say my dog was taken and used for food. 川普不意外搬出吃猫狗的传闻，攻击移民政策，正中贺锦丽下怀。You talk about extreme. 贺锦丽还真的听从建议，用笑声激怒川普，把辩论当斗牛。Under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he ended up selling American chips to China to help them improve and modernize their military. First of all, they bought their chips from Taiwan. We hardly make chips anymore because of philosophies like they have and policies like they have. I don't say her because she has no policy. ABC 主持人差点压不住川普，川普还说他上任前就能够终结乌俄战争，只是阵脚大乱，好像骂错人呢。Where is our president? We don't even know if he's a president. And just to clarify they here, threw him out of a campaign like a dog. We don't even know, is he our president? But we have a president, Mr. President, that doesn't know he's alive. Your time is up. First of all, it's important to remind the former president you're not running against Joe Biden, you're running against me. I believe the reason that Donald Trump says that this war would be over within 24 hours is because he would just give it up. 这场 ABC 美国总统辩论会上，政策申论恐怕又在斗牛秀中失焦了。南一峰兄怎么看？我觉得事前大家都有一点低估了贺锦丽，所以这个辩论对贺锦丽来讲一开始是有利的。也就是说，他不用考得这么好，人家就会觉得他考得不错，这样比预期的好就好。那川普呢，是大家都是觉得他这个是
很会辩论的。那 Shapiro 现在的宾州的这个州长就讲啊，他是一个很会作秀的人呐。事实上他主持实景秀的这个节目，电视这个实景秀的节目10几年了，电台也上啊，所以他是老手了。他的政策他都讲不出什么政策了，可是他都是用一些非常挑动人心的那种话语来批评对方，所以他真是个高手了。而且对贺锦丽来讲啊，我一直认为这场选举不管怎么样，他一定会赚到，因为你看到那个有可能要投票的人呢，做一个民调哦，这个 likely 这个 voters 有90%的人，他们认为他们熟悉川普，也难怪嘛，川普毕竟干过4年的总统，而且以辩论来讲，这是他第7次的总统辩论呢。然后贺锦丽呢，他们没有看过他完整的叙述过什么哦，他只是副总统辩论而已。那只有71%的可能投票的选民认为他们这个了解贺锦丽，所以这个差距几乎是差了20%啊。那不了解当然就不太可能会投票给你嘛。所以贺锦丽只要在这场选举的表现不错，我相信他的民调马上就会上来，因为这次抢的票哈，坦白讲啦，共和党的那种所谓的忠实的共和党员，他们不管有没有这个辩论，他们不会因为这样而投票给这个，因为这场辩论而投票给这个 Harris。那同样的，民主党的坚实的支持者也不会因为看了这个电视辩论就把票投给川普啊，不可能。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竞选里面真正影响最大的就是1960年甘乃迪、尼克森跟甘乃迪的辩论，因为那一次差距实在是太大，不过他们的年龄，他们才差了几岁而已。最重要的是尼克森生病还没有痊愈，然后他前面又在跑场子，他太有信心，后面才匆匆忙忙进来参加这个辩论，看起来就是生病，满脸的倦容，胡须都没有刮干净，黑白的那个电视，那个时候是黑白电视，你那个黑色的胡须看得清清楚楚，那发根啊，那胡渣啊，所以那一次的辩论来讲，其实尼克森跟甘乃迪的辩论一共有4次，大家只记得第1次。而且非常好玩的是，事后做了调查，看电视的人都觉得甘乃迪变得好，可是听广播的人觉得尼克森变得好，因为听广播就不会看到胡渣嘛，也不看他满脸病容的样子嘛。所以我觉得对这个贺锦丽来讲呢，就是说这次真的是提供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过他也应该要被赞美哈。你看他讲话的时候，我认为他第一个起手式就是对的。他走过去跟川普握手，各位，你觉得女权主义者那些美国的妇女会怎么想？这个人风度非常好，连很多的美国男生，虽然美国的男性的选民投票给要支持贺锦丽的远不如支持川普的，可这个人会觉得，你看他风度非常好，而且反而会认为川普你是男生啊 ，Lady First， 你不知道吗？你应该先去跟人家握手，怎么贺锦丽握手？而且贺锦丽从头到尾，大部分的时候都笑嘻嘻的。所以他的风度非常好，而且他真的是有备而来。譬如他讲外交的东西，哦，他讲了有时讲堕胎的东西。你看他很简单讲一句话，啊，妇女难道没有权利决定她自己的身体吗？哦，对不对？难道你要有一个妇女，她在外面要打2个工、3个工，还要到隔壁的州，因为这个州不能堕胎，要到隔壁去，还要找一个陌生的医生来帮她动刀？讲这些东西都会让人家很那个的，而且为什么由州决定呢？不应该要由妇女本身来做这个决定才对啊！所以这个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啊！而且呢，这个他在外交上呢讲了很多的话，我觉得是真的不能小看。比如阿富汗的问题，其实是拜登的致命伤，苍苍惶惶的撤军。可是你看贺锦丽其实讲得很不错了。贺锦丽说：“啊，塔利班啊，恐怖分子啊。”啊！你们美国怎么跟塔利班谈呢？你没有跟阿富汗的这个政府谈呢？你跟塔利班的政府谈，而且你还要邀他们到大卫营这么外交谈判最神圣的地方，你还要去跟他们谈。后来消息走了，当然是没有谈。而且他还讲一件事哦，我们撤军就一天省了3亿美金，好，而且呢，你的谈判呢，竟然把5000个恐怖分子都放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贺锦丽是真的做了功课。我认为这场辩论，而且我听说CNN的民调已经出来了，我这场辩论我认为它至少会增加3到5个百分点。
川普啊，因为刚刚讲说移民会吃狗吃猫了啊，他说他们在吃狗哦，他们吃在那里人的宠物啊。那因为他说我在电视上有看到有人说我的狗被带走了，并被当作食物，宠物变食物了哈。那贺锦丽跟主持人都反驳说，哎，有这么极端吗？哈，等等哈。那好，那么辩论前面的时候呢，民调拉锯，7个摇摆州差距只有1%。哦，我们看这个贺锦丽赢的是 Michigan。宾州哦，然后呢，这个 Wisconsin 州哦，然后我 North Carolina 差不多哦。那输的哦，我们看输的是贺锦丽，输的是这个 Arizona，然后 Georgia 啊，这 North Carolina 差不多打平 ，Nevada 差一点，Nevada 差不多哦，45.7、45差不多哦。那选后呢，到底这个表现民调了哦？那说这个贺锦丽呢有63%。川普只有37%哦，当然 CNN 是比较偏民主党了，可是不要忘了上次拜登跟川普辩论完后，拜登也是很惨，也是 CNN 做的民调，所以他不是那么公正，但是还是有相当的参考性。你说你特别，他上次也没有说拜登变得好啊哈。那另外呢，说最新的民调哦，47-44，这个贺锦丽呢赢川普3%，不过我看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民调。美国选举很奇怪了，那么多州都不重要，50州只有那7个摇摆州了，7个摇摆州只有那20-30万人决定了，因为摇摆州不是大家都摇摆啊，每天这么摇摆，没有，就那少数一些人在摇摆，那些摇摆人就决定到底谁当美国总统，所以也很奇怪。来，一翔怎么看？说到几十万人决定，其实2004年当时这个小布希跟这个 Al Gore 的选举的时候，大概决定胜负大概只剩300个人吧，所以美国的选举真的很微妙。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一次的辩论会已经比上一次好看哈，因为上一次大家会觉得说，哦，真的好像变得说全部都是这个川普一面倒哦。那这一次我觉得其实是蛮平的啦。那重点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辩论会会彰显一件事，我们的辩论会的水准，我们台湾总统辩论会水准还是比较高啊。你看当中。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多这个撒谎哦，或者是这个散布谎言的一个机会，包括这个狗猫的部分，我觉得最有趣哦，因为当时这个你要知道，移民是这一次的这个选举辩论会当中的主要议题。你问川普问什么，他最后都会把它偏向倒回这个移民的问题。所以他说，你看移民很恐怖哦，这个非法移民尤其来自海地的移民哦，来到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淳朴的小镇哦，结果去把他们的狗跟猫偷来吃。然后当时主持人他就说，我们去问了这个市府的官员，似乎没这件事。川普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我在电视上看到，所以似乎一定有这件事。那你当时去看这个贺锦丽的表情，贺锦丽表情就很微妙，他就笑。可我觉得贺锦丽的他想传达的一种讯息，就是你看吧，这一群人确实跟事实几乎是有一点脱离的哦。但第二个部分呢，其实可以看到说，这一次我觉得只会加深各政党对于自己阵营候选人的支持。你看，刚刚提到 CNN 的民调 ，CNN 的民调是63-37，但 CNN 确实多数的观众是来自民主党。但你去看共和党的福斯新闻。福斯新闻是90%多认为川普胜出，只有4%的人认为是贺锦丽赢了。所以说，美国这个两边的政治分歧确实非常深。那回归到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会本身，这一次讨论议题，我刚刚讨论第一个移民啊，这个川普一直要讲移民的事情。那我觉得贺林讲的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我们过去国会确实有通过一个移民的一个修法案。那这个移民的法案会增加几千位这个所谓移民执法官员到我们美国的边界。去遏制这非法移民的一个趋势，那你为什么要去否决它？你为什么当时川普你打给这些共和党的参众议员说你们必须要去反对是不是为了政治考量？所以我觉得变得移民的问题本来是川普应该要赢的，后来持平。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堕胎的议题，堕胎议题其实贺锦丽在当中讲很好，其实确实啦，因为。毕竟她也是女性，毕竟她过去其实也经历过很多这种，她包括她提到说，我身边的朋友都有这个堕胎相关的一些问题或者医疗方面的问题，就是从个人的情感面去讲这个问题，我认为是胜出。而第三个就经济的部分，经济的部分我觉得确实贺锦丽没有打得那么好因为这个川普就一直讲说，你看通膨这么高我当时这个卸任的时候把经济是很好的状况送给你们的，叫你们让通膨做到21%。事实上是大概9%、10%了但确实通膨的问题，我觉得贺锦丽没有回答得很清楚了。但重点是这样，重点我觉得是整个一个论述。那这个论述是这样，贺锦丽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是，我希望我们美国再翻一页了，就我们可以走过
过去这些政治分歧、这些仇恨等等，我们往未来去看。而川普在结论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说美国现在就衰退，你投给贺锦丽就是继续让美国衰退。如果你要遏制美国这衰退的话，你要投给川普。所以两个人对于国家的愿景，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最后只讲民调的效益，我认为这一次的民调大概不会差这么多了。刚刚委员提到大概5%左右，3到5，我觉得1到2就已经不错了。但确实，美国最后选举的胜负可能就差这个1到2%。贺锦丽确实在这个辩论会当中，他所展现说，第一个他会辩论他是这个过去加州的检察长，但第二个呢，他不会畏惧川普的一个辩论方式，所以他站出来捍卫他所在意的这些议题，我认为对他民调其实是有加分。因为贺锦丽做过参议员，那参议员会不会讲话嘛？不可能，没去美国那个参议员其实主要是2个大的议题了除了经济当然是重中之重。除了经济以外，一个就是对川普有利的，就是移民；对贺锦丽有利的，就是堕胎。其实就这2个讲起来都可以非常的情绪性、情感性那另外呢，这个中国议题下一阶段我们谈中国议题也是，到底谁对中国好？川普在第一节一开始辩论的时候就提出中国谁对中国好，谁怕中国，谁跟习近平是好朋友。就提出这样的这个主张，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长者是宝，需要陪伴与照顾，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好，那么川普虽然 CNN 说贺锦丽赢，但川普说这场我表现最棒，谁能表现比我棒，我最棒他算什么那贺锦丽这是有一点信心了，说再来变10月再来变一次怎样？因为总统都变3次拜登变过1次我们才这算第2次还有1次川普说我要考虑，我要跟你辩论，我要考虑所以看起来呢，蛮有趣的那另外呢，因为谈到台湾的晶片了贺锦丽说，你卖给川普，你美国晶片卖给大陆，给他做军事用途。川普说什么我卖的，台湾卖的那经济部长郭智慧说，不管他们谁当选，不会影响我们的经贸政策。不是，这是吹口哨撞党而已那另外呢，这个美国不过昨天通过一个众院台湾冲突吓阻法案众院当然通过了。现在所以他们这礼拜叫中国周、抗中周，反正呢，只要抵抗中国的，通通会通过那很有意思的譬如说无人机因为无人机现在美国卖超过50%。将来也很多地方不能买无人机另外呢，电池不可以买这个大陆的电池很多的基金也不可以让大陆去投资反正这个礼拜呢，这个所有对于还有生物科技、生物安全法案有5个药厂，这个跟中共关系密切，基本上不可以跟他们往来等等所以看起来都是对中国这个打压的。尤其最有趣的就是一个台湾冲突吓阻，大陆如果打台湾，会把大陆的高官资产都冻结，而且公布，我觉得这应该是有一点效果的就是说大陆他没讲是哪些高官了，到什么高官以上他们包括他们的子女，因为可能在海外有资产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家人的所有的钱放在哪里？不是只有在美国的钱在全世界的钱。美国都要给他公布，哇！所以美国很厉害表示全世界你不要以为你存在什么新加坡存在什么其他地方什么瑞士、英国，老美就不知道，老美通通知道，老美意思我通通知道，我通通给你们公布。现在我是不给你们公布，是给你们面子，对不对？还不讲，你去打台湾就通通公布了然后呢，甚至给你冻结，看你怕不怕？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有点效果可能有点效果那另外，因为大陆官员贪污很厉害嘛，那贪污他钱放哪里？那很多呢大官子女也在海外读书甚至也不回大陆的去了，我们都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嘛那另外呢，这个他们要强化跟台湾太平洋岛国的论坛，
要合作哈。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话了，说在我们共称民主保护伞哦，保护民主。然后呢，林佳龙也说，这嚇阻中共犯台是有效的哦。民进党立院党团也说，哦，是世界新的共识，就是挺台抗中哦。那国民党呢，这个李彦秀是说呢，外交不要炒短线，不要乱押宝哦。所以呢，这个很多事情呢，就是说，因为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老共怎么谈呢？老共说，赖清德是顽固坚持台独立场，绝不容忍姑息哦。那大陆国台办说呢，两岸主导权始终在大陆，不在你们，主导权在我们这里。我们看一下。民主、共和两党共同推出台湾冲突嚇阻法案。如果中国选择攻打台湾，美国财政部依法将公布北京高官的非法资产，不只公开点名羞辱贪腐官员，并冻结在美资产。众议院无异议通过，不止嚇阻中共犯台，众议院本周排审法案堪称中国周，包括防止借选间谍、禁止大疆向美国出口销售新款无人机，超过25条抗中法案都刚好排在一起。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赖清德上台以来，更是大肆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勾连外部势力，不断制造台海紧张，不断推进以武谋独。民进党当局上台后，台湾地区防务预算逐年攀升，加速把台湾变成火药桶、地雷岛，让台湾民众忧心忡忡。正告赖清德当局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完全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来，民进党江院长。这个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了哈。当然在这次辩论审查当中，到许多的一个交锋，贺锦丽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因为他在之前大家觉得他讲很多的空话、虚话，他没有表现的空间。可是纸牌屋的制造团队，纸牌屋从美国、韩国版都有，都非常成功，现在连西班牙版都有。所以这个作者团队非常强，他其实很像那个柴契尔夫人，之前他从一个杂货店的女儿，那么蜕变成一位演说家，讲话铿锵有力，所以这告诉我们说，领导是可以训练的，而是可以被教育的。那贺锦丽这次当然令人这刮目相看。这个 CNN 的主播 Chris Wallace 说，这一次是一个毁灭性的辩论啊。6月的时候呢，是川普毁灭掉拜登，那这次呢是贺锦丽毁灭掉这个川普，果然是毁人不倦了啊！这个选举就是这样毁来毁去。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大家看的就是固定的州不会改变。大家问的是，那谁赢呢？不论是《纽约时报》或者是《Washington Post》，他们都谈说有30%的选民看这场辩论，因为他们都差不多嘛。在摇摆州里面有只有3个地方打平，2赢2输，其实他们是在均衡之间了。那有更多的民调显示，在昨天晚上呢，2个阵营都在宾州砸下了20亿到10几亿的美金，要抢宾州，因为在7个摇摆州当中，宾州的选举人票有将近有19张是最多的，谁拿到宾州，谁几乎就是摇摆州的关键所在。当然大家会问说，我们都看热闹看门道，那谁会赢呢？给各位看一下。那大家问摇摆州的7州对这个辩论怎么看？这个有意思了CNN 也好，或者是《纽约时报》都做了一个马上即时性的调查。在7州里面，目前为止看起来大概就7-3了。认为贺锦丽表现的比原来的好，4-3对，没有我说那个百分比，如果是10分来比的话，是70%认为贺锦丽表现的比川普更加的优秀，这看起来对贺锦丽当然是有一个帮助所在。不过重点还是回到我们自己今天除了这个辩论赛之外，还有一个新闻，台湾有一家上市柜公司叫晋国无预警关厂，400多人被资遣，开盘马上跌停，我们只剩下在大陆厂。所以可见说，将来不论是贺锦丽或者是川普上台，台湾将来面对更严峻的情势，因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关税跟这个智慧制裁，这个智慧财产权战争会更加越演越烈。那各国之间都有自己的优利所在。那我们呢？那美国的选举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现在谁都说不准。如果有人告诉你贺锦丽一定赢，或者是川普一定赢的话，恐怕想太多，因为他们差距都在伯仲之间的。所以我想最要谈的是。贺锦丽这一次，我给我自己的看法，他其实确实是有备而来。他谈到经济的时候，各位你仔细来看全场过程，他的开场白都是 I have a plan， 我的计划是怎么样讲到最后。
那后来呢，主持人问川普说：“你不要打断他，那你有什么呢？”他说：“我没有计划，因为我现在还不是美国总统，是你们是总统，哪有这么瞎的？”所以川普就是用一种老川普的方式要去企图欧龙 C 对。那贺锦丽这次确实有备而来，平心而论，我觉得贺锦丽表现的比川普好太多了。跟2个月之前的这个川拜辩论哈，跟现在的川贺辩论，大家会觉得风水轮流转哈。2个月以前哈，这个川普笑拜登哈老弱残弱哈，2个月之后，贺锦丽换贺锦丽去笑川普了。我刚刚看那个照片，我记得当时川拜在辩论的时候，主持人这边也摆了2张照片，川普跟拜登，他觉得拜登好老态龙钟，然后刚刚的照片就变成川普好老态龙钟了。有人形容川普跟贺锦丽等同是川普在2016年跟希拉蕊的复赛希拉蕊的复赛。当年希拉蕊其实在普选票是大赢的，赢了200多万票，可是就是选举人票输了，这个就凸显美国的选制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你赢到了选民，可是你没有赢对该赢的州你这个选举人票没有赢对地方的时候，结果他还是输了这一场。可是我今天看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个统计这一次是这8年之间大学人口里面在职人口女性的大学学历的已经首次超过男性的大学学历这可能也凸显了某一个程度，就是在美国女权或者是女性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所以这一次贺锦丽到底会不会把当年希拉蕊的遗憾把它翻盘过来我觉得现在是蛮精彩的，因为本来我认为川普这一次大概真的是天选之人，尤其是他闪过那一颗子弹但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这场美国的大选又非常精彩那当然我们从上一次的川拜到这一次的川贺2次的选举都有一个共同点，大家都在比谁比较讨厌中国，谁对中国比较强硬所以刚刚广告时间的时候，玉芳委员在开玩笑说，他们谁当选，中国都不好受那我就回说，中国不好受，台湾也不好受，因为他们都是利用台湾来让大陆不好受所以台湾永远就是会变成美国的棋子，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不管是川普或是贺锦丽当选一样的，选举的时候都会讲得很凶，但是一当选以后，他们就是斗而不争，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就是还是要合作，然后还是会吵嘴，可是他们还是会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得到妥协。那台湾永远就还是棋子。那不幸了，昨天有一个幻象掉到海里，不过还好飞行员这个生还大家很担心，在晚上失事飞行员很难救，还好救起来了那到底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